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今天的访谈单元我很兴奋，因为我终于邀请到一位同行来一起大吐苦水了。那很多人都觉得当美食 YouTuber 或美食网红很爽，因为可以吃遍美食，但其实没有这件事，真的没有这件事。我们来宾已经迫不及待现身说法了。对，让我们欢迎陪审团的沈。大家好，我是陪审团的沈。然后今天就是很荣幸可以只身来这边，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呢都是一群人集体行动，但是2023我就想说要跨出舒适圈，所以我那时候接到 Liz 的就是讯息的时候，我先是想说我该出来吗？然后我就立刻给我的同事看，我同事就说你一定要去。所以我今天就跨出来了，太荣幸了！沈首次单飞不解散，对，单飞不解散，一定要讲，一定要讲。今天邀请沈是想要来聊聊我们吃这件事情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蛮多的，而且很多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一开始跳进来，我其实是以一个就是可能跟目前听众或观众相同的想法，就是这个工作很爽。但是其实真正下来做之后，就发现说真的不是这样。但也是比一般大部分的人快乐很多了，我觉得是有快乐也痛苦着啦。对。但是我要先爆个料，就是沈其实看过我的裸体。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收到讯息的时候，想说，居然有这个邀请，然后就开始在我的脑中回想起以前的很多事情，然后就觉得我们还有过这段缘分。对，就是其实我拍婚纱照的时候，沈是摄影助理，彩妆对不起，彩妆助理，因为我就做过很多工作，然后那时候的彩妆师刚好是我就找了一个朋友的学姐一起工作，然后就有了这份缘分，真的是太另类了。对，非常有趣。然后我后来就看到沈变成了 YouTuber， 而且一飞冲天，就咻就有起飞哈。那还是想要话说从头啦，就是说沈，你也曾经受访指出你做过非常多工作，但是后来怎么会想要做 YouTuber？ 其实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在做最后一份，在做 YouTube 前的一份工作是那个网拍的老板娘，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就让我不能出国，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每天都在跟我男朋友吵架，然后我的其他朋友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这段姻缘好像已经快结束了，就觉得我这个人呢不可以没有一个依靠。然后他们就说，反正你闲着没事，你就用你的 Instagram 或者是手机记录一些你的生活片段。然后我就开始随便拍，然后随便拍之后，我就发到我的 Instagram 上之后，就大获好评。对，因为我是那种只要有人给我鼓励与肯定，我就愿意再更努力的人。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一旦有了这个新的重心，我就不会每天都问我男友说你是不是哪里看我不爽。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然后我男友也觉得太好了，我有一个新的目标，所以他就买了一台相机送我。然后就让我开始觉得我来试试看这件事情，然后一路就走到现在。对。男友很宠你耶。男友算是很支持跟很帮我把关很多品质，因为我算是那种很随便的人，所以我东西都随便拍啊，然后音效也都随便放，但他就是会帮我顾好所有的一切该要有的质感。对，而且他现在也一起跟你经营一起工作陪审团，对不对？没错。但我记得陪审团一开始你不是做美食探店类型的内容，对，你一开始是在家做饭哎。对，因为就一开始我男友食量很小，然后我也很想做那种去外面吃吃喝喝，可是他食量太小又没有办法陪我，想说先随便拍。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好无聊之后我一个人在镜头前面我很孤单，然后我就约了另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开始发现说，原来台湾小吃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出国。然后那时候看到很多人出国拍韩国啊、日本的时候，就想说，我要这样做吗？一方面是我没有钱可以去做这件事，因为出国拍就很贵，然后二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从小在菜市场长大，然后也很爱吃台湾小吃的人，不如就从这一块开始试试看，然后就一路就拍到现在这样子。但为什么会锁定吃这个主题啊？因为是一开始感觉是有点生活像 YouTuber 的概念，对。那你也不一定要拍吃啊，你可以拍穿搭啊，你也可以拍比如说小物的开箱等等的。因为综合一切，我跟我身边朋友的特质，我们都是一群很喜欢吃的人。因为虽然说我现在长这样，但我以前其实胖到86公斤。
就真的是超大只，然后你真的看不出来。对，但这件事情也就是开始拍之后又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太爱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要真的去抽丝剥茧自己心中到底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要真的喜欢才能做得久。对，所以就后来就归类出吃这件事情快乐这样子。所以你内心是个吃货，超爱吃，爱到对，怎么样86啊？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吃到86？那是什么时候？几岁？大学，因为我们家是开餐饮的，我们家其实就是小吃店，所以我从小就吃这些东西。然后我阿嬷的主张就是小朋友喜欢吃，就要让他们成长。所以从小在路上，就是我们家跟别人的餐厅，我只要去，我就会可以有源源不绝的食物。然后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漂亮，小时候。但当你发现漂亮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我已经胖到86，根本就来不及去什么想要漂亮跟减肥，然后又很痛苦又爱吃，所以我就一路这样，然后到大学毕业才开始瘦身。对，我就一路就是一个胖胖的女生。对，你维持的超好很努力，就是因为现在要拍这个，所以很努力。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好好的聊。对，好，所以你就开始踏上了寻访各地小吃的旅程。没错，而且好像是从传统市场开始。对又讲回一个点，因为我们当初发现很少人拍台湾小吃，然后再去想我们可以做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早上的市场很少人拍。那个时候在2年前。但我想打个岔，2年多前没什么人做小吃的内容，真的假的？有，但是其实大家每个人会做台湾小吃，但是主力都会放在国外，因为那时候出国旅游其实很方便，然后机票又便宜，所以其实台湾小吃算是一个真的有被那个时候的人，那时候主流的 YouTuber 比较算忽视的一个领域。真的，所以我们才想说可以这样子做。然后后来市场就是发现这是一个宝藏，真的太少人拍。然后那时候我住东门。然后就觉得来试试看，因为东门很多好吃的，然后就因此就开始拍市场这个系列。然后现在我看你已经拍了好多个市场，而且有好多个不同的城市嘛。但我一直很好奇的是，你到底怎么找到这些店家？我初期的时候是很喜欢跟网友征集，因为我的 Instagram 其实有蛮多网友的，然后他们都会投稿给我。但是呢，我后来又发现，我每次跟网友征集，然后我只要在影片里面说在地人推荐，留言就会看到超多说在地人才不吃这家，这观光客才吃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好痛苦哦。但是一开始我其实很挣扎，我以前留言我都会去说，可是我这真的是跟在地人征集的。然后后来就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解释这些事情，因为不管是在地人或观光客，大家都有心中自己最爱的那家店。然后后期就有一段不想再走征集的路，我就开始把 Google 地图放超大，我就一家一家去点那种没有人在拍或是很少人讨论的店。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样拍会突然打到某些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地人的在地人，他们就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吃的，没有人拍过，没有人介绍过。然后或者是在地人会说，我住在这里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间店，或我从来没有踏进去过。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太骄傲了，我就觉得超爽。然后这件事情也就让我一直最近有在做这件事情，自己去用 Google 地图一家一家一家找。所以你是怎么样？你是 Google 地图点开，然后你锁定一个区域，然后你就放大它，对，放很大，放到最大。然后你每一个点都点吗？真的哦？对，你是就是地毯式的搜索。我真的要拍这一支片，我大概会花5天，然后每天都可能有2到3小时，因为有时候看到最后会很疲乏，然后我2到3小时就一直点，然后点出来，只要看到那间店脏脏旧旧、小小老老，甚至没有招牌，就会开始引发我的兴趣，然后我就要开始去看这间店卖什么东西，然后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频道里面可能观众会有兴趣的。对，因为其实3年来累积的观众们比较喜欢看小吃。我们有时候拍一些，比如说像是咖啡厅、早午餐之类的，其实他们就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一集里面有8家店，但是塞1家这个咖啡厅，他们就觉得哇，好新奇哦。或者是我们偶尔有一集有喝酒，他们就觉得太特别。但是因为我们的观众已经长期喜欢看我们小吃，所以我就还是会以小吃类为主。对。所以你做一节目，你要花多久的时间做功课？我不一定。我有时候，比如说这区我已经。有的时候这一区会完全没东西可以开发，但是有时候这一区会有很多东西你要筛选，所以2个是完全不大一样的。有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真的时间就是3到5天，我会需要一直看地图上有什么东西，然后还有
搜寻一下网络上有没有很多人讨论这间店。3到5天其实蛮久的对，以就是小吃的量来讲，我觉得其实很久，因为我们一集也可能只能拍6到8家店，但我觉得最痛苦的是我要怎么去选出我最后要拍的店，因为我其实一集大概可以找出60家我想去的店。你一集就有60家你想去，因为我一个区可以这么贪心？对，我真的超贪心，然后我就会觉得可以吧。然后我每次出去，因为我们有时候包车，我给司机的店大概都是15家。然后最后我就会拍到第6家，我同事都一直有点哭的跟我说，我觉得今天真的够了，我觉得这样量很多，但我就很贪心，我就会觉得这1、2家 OK 了吧。但现在就觉得年纪也到了，真的是有点不行，因为2年前在拍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猛吃。我们之前有过一天，一个晚上加一个半天就拍12还16家，我的天哪！就有些是小吃，但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区域拉比较大，所以很容易饱起来。对，就要慢慢的去看每一集想要提供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我听这样我就已经饱了，我已经想要吐了。对，我已经想要吐了。我回家整天都会想说，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为什么要一直逼自己不断的进食？但其实当下都还是很快乐的。这个我觉得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聊聊。但我还是非常好奇你怎么搜寻店家这个过程。你就是比如说你发现了一家店，你锁定它，然后你就开始狂 Google 吗？我会先地图点开，然后先看评价写什么，然后评价写什么之后就觉得这家如果是我们可以吃的店，我就会先存到我的那个标签里面，对，然后开始就是点它旁边有哪些店，然后再慢慢扩张出去，就是整个，比如说我要去安南区，我就会把安南区放很大，然后今天可能从这个点开始，然后明天再从左边一点，然后去看哪里有一些被我漏掉的东西。然后我比较少用关键字去查东西，我反而都是直接随便按一个点，然后从那个点开始扩散，交给命运。然后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一家店值得拍？你有什么自己的标准？一是它的菜色有没有很吸引我的东西，然后2是我们的团员有没有喜欢吃这类型的东西。你还人好好，还要顾及团员。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我们擅长吃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讲不出话来。基本上我们生活中吃过的店，我就不会去拍的点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好吃在哪了，然后我们在节目上很容易去讲说，就是很好吃，就是很好吃。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一般民众来讲会不知道好吃的点在哪，所以我喜欢给大家看我们的第一反应。所以这些店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新的店。就这样。那你这个吃了这么多店，你有没有发现到了现场很雷的例子？有没有踩过雷？有。我们前期的时候真的超常踩雷，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开始拍嘛。然后以前小时候踩雷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觉得不好吃，我就直接讲。你会直接在节目上讲？我们直接讲，然后剪辑的时候我也都不会剪掉。然后比如说我们开箱开到便利商店超香难吃的东西，我们就是会大骂。然后以前都觉得这个风格辛辣，这个风格的确也帮我们就是走出了一片天，就大家都觉得我们很愿意讲实话。对。但其实后来到中期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去检视，就是每一间小吃店都是每一个人的收入来源。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有去觉得，我以前那样子说人家不好吃，其实有可能只是我们个人口味上的问题而已，就是不适合我们，所以我就变得现在讲话会比较委婉，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委婉的词，或者是这一间店剪辑的很短，来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喜欢这间店，但是不会到去说不好的话这样子。懂的人就会看懂，对，懂的人就会看懂。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不可以害大家没有工作。我还蛮认同这一点的，因为我也是长期在分享自己用餐的心得。对，然后我也不是那一种会直接批评毒舌派的那种人。对，因为毕竟真的这是人家的工作。对，那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知识不足，或者是你经验不足，导致你不喜欢。对，所以我后来也都是觉得还是要与人为善。没错，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然后一方面也是很怕哪一天真的被告。我自己是真的是有在害怕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话真的很辛辣，就是说什么这怎样怎样。对，以前比较不懂事，现在长大很多了，吓死。真的，但是呢，我蛮好奇的是，你们怎么决定要去哪里啊？因为我看你们也从南到北跑过很多地方，可是也不是说是一个照顺序的过程，你们好像还蛮发散的。我们就是一群
很不安于世的人。我们今天会突然觉得说，可能因为我们家有很多团员嘛，然后就会突然有人说，哦，好久没去哪里了，或从来没有去过哪里。然后一些平常的聊天，我会把大家的需求先放在心中，然后等到比如说真的要拍片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说，哦，最近好像很久没去哪，我们可以去一下。或者是我也是因为开始拍 YouTube 之后，才开始比较认识台湾。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那种爸妈会带我出国玩，然后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去一些我没去过的城市，跟我根本就觉得那些城市我去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得到什么。但是现在开始就会觉得，哦，从小吃你可以得知这个地方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以前的历史故事，都是一件蛮好的事情。有什么让你很惊喜的小镇？有什么让我很我最近呢，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是新营人，台南新营人，然后我很常去嘉义。可是我小时候就是只会吃某几家店，因为都是爸爸开车去。然后现在开始就是这1年来吧，拍过蛮多嘉义的，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嘉义这么好吃。因为通常在台南出生的人可能会觉得台南就是最棒的，但是现在的我觉得嘉义超棒，就是嘉义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的地方。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才会去彰化，否则我以前没有去彰化，我以前都去大城市，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这些地方有一些其他城市没有的小吃，或者是他们很主力发展的小吃，是真的要到这个地方你才会了解的。我真的很少看到这么谦虚的台南人真的吗？哦，对啊，台南人都是以台南为骄傲嘛，对对对，台南最赞。对啦，台南真的赞。我每次去台南都是还是会觉得这里应该可以再拍个80集都没问题的那一种，因为各地都是小吃。但是就是因为觉得还是要把眼界打开一点，看看其他城市，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台湾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地方。那嘉义让你这么喜欢，你可不可以推荐几样你很惊艳的小吃？嘉义有一家叫做那个体育馆炭烤的那个热炒店，它算是我最近应该1年来吃过最好吃的饭。哇，对，但它真的是很粗暴的，它就是有一个东西叫油鸡饭。然后它就是在饭上面淋了很多的油葱，然后放上鸡肉，然后那一碗就是有一个魔力，就是你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我们甚至有2集是连续的，我们就是连续拍了一样的店，它已经好吃到我们愿意，你愿意打破你的原则，对对对，再去吃一次，真的好。这个记起来，嘉义的体育馆炭烤，对，然后还有一间叫做辣木的那个咖啡厅哦，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有时候，我们后来拍一拍，就觉得我们小吃间，如果你塞6家小吃，你中间有一家咖啡厅给观众的话，他们可以去那边休息喝个咖啡，然后下午再站。所以我们现在很喜欢安排一个咖啡厅，让大家可以去那边待着，然后可能拍一些漂亮的食物啊，然后也可以分享这样子，很贴心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规划，但有时候刚好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点可以选，我们就也不见得会硬塞。但你也是直接就是推论你的观众就会照着你的行程，就这样子嘉义吃8家。对，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好多人会跟着一起吃到4家5家，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常人要做的事情。但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因为他们甚至有些我们的观众很喜欢看小吃的话，他们会看很多人，所以他们有可能去台南的话，就会综合很多 YouTuber 的那个口袋清单嘛，然后我就会看到，我上次还看到我吃12家的，然后我就想说，一天吃12家，对，然后他们就会吃完之后来跟我说，你们真的很辛苦，我们吃到第几家的时候就不行了，然后我就会说，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就1、2家就好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没有很大，所以想去随时都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还是以一个最舒服的状态留下你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最重要的。那所以你的 Google Map 现在点开来全部都是标记吗？对。那你有不同的分类吗？会打开我在哪里啊？我打开我的，因为我是一个，我刚刚有说嘛，我是一个很不拘小节的人，所以我的比如说我要去中立，我可能中立就会有3本，就一次就我这3个地图，对，我就会有3个地图，然后我每次都不知道我存在哪里，然后最后我就会交给命运，想说点到这一本，那这一本里面有什么店，我就去那一间店。好想看你的 Google 地图，我等一下可以，我等一下可以看吗？可以，超乱，好期待哦。然后，所以你有算过你有几本地图吗？超多有没有超过100本？我觉得应该有。然后100本里面又都有很多店，有的20，有的60，然后就是非常的夸张。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出一个美食指南，但是因为
我们都已经忘记那些店在干嘛。有的时候你要问我第一集去的，或者是我有时候我的 Instagram 会有人 tag 我，然后打开我都会想说，完了这家店是谁？就会去太多了。对，但其实大部分大家会同行的或者去吃的都是一些很热门的店。对，你会开一个算是 hashtag 吗？叫与神同行。对，这也是我男友帮我想到的，很赞。一开始的时候，我朋友超看不起这个词，因为我们是一群会觉得谐音很尬的东西，但是我们的频道却最后全部都走向这个路，然后最后就觉得啊，没关系啊，大家喜欢就好，因为我们的观众也都觉得这个很好笑。对，而且就是真的跟你们有一种亲近感。很谢谢大家。那我觉得大家很喜欢你们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你们很会形容美食就不是很腐烂的酥脆啊、鲜甜啊、软嫩这样子。我们喜欢拟人化，我有发现。然后，但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是突如其来的，就不见得每一集都会有，所以有时候我回去剪片的时候也会觉得这集比较没有这些东西，对，就觉得真可惜。如果那时候可以想到一些什么词，好像会更有趣，但就觉得没关系不要强求，也是要有灵感，对不对？对，现场要那个东西吃下去觉得赞，你才会有那个东西可以讲出来。可是因为我们家又很容易，因为我很喜欢找大家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吃到最后基本上讲不出什么话。比如说米苔目，对，如果他没有做的很特别，3集都米苔目就会讲不出来。对，所以最近我也有在调整我自己的选店，说偶尔要穿插一些同事们或我自己没有吃过跟不那么懂的东西，或许才可以玩出一些新的把戏。这个思考蛮有趣的，因为我以为是你要吃自己很有把握的东西，你才比较能够讲出来，或者是说不会讲错。你会担心自己讲错吗？我会担心自己讲错，然后通常呢，拍影片讲错没关系，因为回家剪掉就好，就回家要去找一些知识，或者是我会用后面补充的方式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拍了3年，我才开始改变，想要加入一些我们没吃过的东西，因为不然影片介绍给大家的东西会长得很像，大家出去其他城市也不一定能吃到更多元的东西。所以你现在找的新的美食有什么？我最近呢开始在喝牛肉汤，因为我们的同事有一个不能吃牛，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都不能吃东西，这样子很奇怪。所以我们基本上3年来可能只拍过2间牛肉店，但是我是台南人，然后又跟牛肉不熟，我就觉得不行，所以我2023年有在努力要去吃牛肉。还是你们要把它换掉？不行，它是我们家的重症，绝对不能换掉。我可以问是谁吗？是小刘是豚对啊，他为什么不吃牛肉？他说算命，很多人都是这个理由。对，他不要再迷信了。但是我就很怕，如果真的吃下去，然后害他。你也担不起这责任。对，桃花怎么了？我真的是担不起这责任，所以干脆就是我们少量的吃这样。那他可以不吃吗？就在旁边看。他可以不吃，而且他其实可以喝汤。他可以喝汤。对，他只要不把牛肉吃进去都可以这样。锅边素，对，锅边不吃牛。对。那沈跟你的同事们吃过这么多美食，你们有没有一个判断美食好坏标准？你们自己心中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好吃的尺？好吃的尺就是我们要不要再回去吃它。对，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不大会去回访这些店，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好吃到我就算看了别人的就是 Instagram tag 我都还是会觉得好想再回去哦。那就是我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店。所以那些被你忘记的就代表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标准是说我如果住在这间店附近我会来吃。对，这种东西就是有点像是社区型美食，或者是你家楼下的美食，那个东西可能不见得是会特别跨2个县市去吃的。对，就是一些朴实的美味。但是有时候也是有这种朴实的美味，朴实到只有我们小时候才有的味道。对，因为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像台北就是这么的 fancy，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就可能在其他的城市才会有的那种，我们就也会特别想念它。这样蛮明确的。但我还是想要特别跟你聊几样我们常常吃到的美食。好，我第一个列的是蛋饼。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列蛋饼？因为你们最近有一支影片有讲到蛋饼，还是因为我们最近有很努力在吃蛋饼。对，然后呢，你们有个讨论是，你们觉得古早味的蛋饼就是软软的，不是酥脆的。然后你们觉得这个你们比较喜欢，
对，但是我就要举手反对，因为我是酥脆派的。对，对，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软软的蛋饼？其实后来我们一开始都会宣扬说我是软烂派蛋饼的，就是支持者。但是其实我后来越拍越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支持者，我就只是一个美食的支持者。我只要吃到我好吃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女人。就今天这家酥脆派好吃，我当然就选酥脆派啊。那隔壁那家软烂派不好吃，我就不会去那一家。所以我后来觉得我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很坚决的一个角色。对，因为像我们一开始是因为觉得台北的粉浆蛋饼太少，所以我们想要推广粉浆蛋饼，然后我们就觉得真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出来喊说我们是喜欢软烂蛋饼的人。对，但是因为台北真的太少见这些东西，但后来我们就开始越吃越多蛋饼，最近就吃到好多家酥脆派也很好吃，然后我们就开始轻轻的放下自己心中以前的宣言，就觉得说哦，这个很好吃，我觉得我们人生应该打开心胸，我们不要一直局限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自己这样的下修，告诉大家说应该要打开心胸去接受很多很多的食物。会有人反过头来留言说：“你们怎么自己打脸啊？你们不是说这家不好吃，或者是你不是说你喜欢某某某某美食吗？”我们都会先在影片里面把该吐槽的吐槽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会被吐槽的地方自己就先讲出来，就不用怕被别人吐槽。这是心机很重，因为他先预先想，我是一个算尽一切的人，谁会怎么样骂你？对，所以光号后面赶快先写啊，打脸了啊，不好意思，这样子就被轻轻放下，就赞。但是真的会有很多酸民来骂，会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酸民非常的少，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路走来有，但是对我来讲已经算是我看过不多的了。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那个网络社群有在教育大家说酸民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事情，所以大家有开始渐渐下修，然后加上我们的群众们都非常的团结，如果有酸民的话可能会被他们骂，被围殴。对，然后所以我们家是我觉得算蛮平和的一个地方。哇，真的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对，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真的吗？你会玻璃心吗？我以前看到任何就是在讲不好的东西，我就会难过个大概1个礼拜吧。就是我时不时就会想到，我会一直疯狂去看那种不好的留言，真的想要让自己坚强起来。但是因为我的同事就是我有2个同事是非常不把别人感受觉得需要去影响自己情绪的异男，然后他们就会来跟我说，如果有一个人想骂你，你什么事情他都可以骂，所以你不应该为了这些留言而伤心难过，去影响到那些爱你的人。然后我现在只要稍微看到有一点会影响情绪的事情，我就会一直跟我自己说，我不可以被打倒。对，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啦。没错，他们都在教育我这个，但是我实在太想取悦所有人了。但我还是蛮爱看你在私人脸书发一些截图，有的没的。因为我的私人脸书，会分享一些很神秘的留言，很神秘的留言，像是会有一个人每一集都会来说难吃，那他永远只讲2个字，就是难吃，然后他所有的片都可以讲难吃，然后我就会想说，好哦。但一开始会很生气，一开始会想跟他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就是品味不同啊，喜欢吃的东西不同。那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的话，或者你觉得这集不好看，你就可以先不用来，下一集再来这样子。但是后来就觉得，好，对他们要听你讲，对他们要听我讲。而且我以前小时候都会很生气于我回了他们留言，他们不回我留言。真的吗？因为他们很常就是留了一个言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开这一集影片了。然后我回他们，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那个通知有量吧。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来跟我吵架？为什么不来跟我吵架？然后最后就觉得算了。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热情而且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呢。要是我的话，我就随便啊，你不要看不看随便你，对，你不喜欢看你就走。我真的没办法，我觉得真的太想取，我觉得是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让我变成一个喜欢取悦别人的人。对，所以长大后我自己也曾经觉得很痛苦过，但就觉得我可以一边改，但是也一边跟自己共存，告诉自己说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就我爸妈把我养成这样，就真的没办法。对，真的，但是我想也是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丘比特的原因。对。好，我们不要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们要聊下一个美食。好，肉燥饭或卤肉饭。我小时候呢，因为我们家其实有在卖肉燥饭，然后我就是吃肉燥饭长大，然后我也不懂大家为什么要吃肉燥饭，什么意思？因为就是一些干干的肉。我小时候对肉燥饭的理解，所以我不是个会点肉燥饭的人。OK， 然后长大之后我就发现说，哇，肥肉的美好。居然北部人有这种天堂级的食物，
我就开始往就是那个卤肉饭靠近。对，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特迷肉燥饭，真的，因为我觉得它很容易很死咸，可能我也没有吃到真的好吃的，所以会跟爸爸这样讲嘛？你做的肉燥很死咸。不会，我就不管他们，因为他们也不会理我，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上诉这样。所以你就喜欢吃那种有很多猪皮，然后肥肉很多的卤肉饭。没错。台北有你比较喜欢的吗？台北的话，我还是其他地方有你吃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卤肉饭？如果要讲的话，我觉得那个小王煮瓜蛮好吃的。小王煮瓜那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最爱。然后它口味蛮重，然后其实我们最近有去三重该吃的我们也都吃过。对，然后有的时候会偏甜，然后有时候偏咸，但基本上我觉得只要遇到肥肉，我都是先70分起跳。对，只要不要有一些其他的配料，我觉得肥肉就是一个最赞的东西。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彰化吃过控肉饭的人，一定要去彰化。因为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讲，其实可能有人觉得差很多，但我觉得他们是一些兄弟。对我来讲就是两个很像，然后在好吃的控肉饭为基底的地方，我觉得卤肉饭也不会太差。那彰化控肉饭你有特别推荐哪一家吗？我觉得全很好吃。对，但就是他们都是那种要很早去的店。你知道吗？我长到这么老，我其实没有好好在彰化吃过控肉饭。我也是去年才做这件事。你去年才就觉得没有落后你太多，太完美了，真的。彰化真的很赞。OK， 好，今年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去彰化吃控肉饭。可以，因为他们的控肉饭真的是很猛啊。那你去彰化一定要吃一家叫做阿珍馒头的。它虽然叫阿珍馒头呢，但是它的馒头是用炸的，它就是把那个挂包的形式变成馒头，然后里面就是塞他们的卤肉，那一家也超好吃，然后超肥，听起来超邪恶的。对，很邪恶。然后你就是会吃完一颗，觉得我要不要再去点下一颗，或者是要不要加那个控肉？那你有点吗？有，当然要啊！我们那时候真的受不了。你已经吃了2-3家，你再吃到它，你会觉得那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它不是配白饭，是配一个甜甜的炸馒头。大家一定要去吃。好，那下一个美食是水饺。你有喜欢吃水饺吗？水饺真的是我1年内如果我没有为了我同事安排水饺店，我可以完全不吃的东西。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没有这个习惯，我发现我爸妈没有让我吃习惯的东西，我长大不会自己去找。然后我算是以前是以白饭为主食的人，所以水饺对我们家是蛮模糊的一个东西。但是我的确有吃到很好吃的水饺啦，然后我同事超爱吃水饺，所以我就是有一直在学习说水饺的美好在哪里？谦虚。对，但那如果一定要吃，你是高丽菜派还是韭菜派？我是韭黄派。韭黄，对，因为很少见，所以我反而更喜欢。真的韭黄很少见但是有一家很好吃，我跟我男友会去吃的，是在那个晴光市场的红，那一家是那个韭菜加姜。真的然后因为我男友胃很小，可是那一家他可以吃到16颗，他都不会觉得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个很吸引我。好，很好吃。对，四平市场我以为是另外一家比较有名的，但我现在脑袋很差，想不起它，没关系。我那家在晴光补充晴光是对晴光市场，四平街晴光市场。对，我以为有另外一家老牌，是我小时候长青饺子馆，我好像有听过对，比较华丽的，对不对？对，比较华丽，已经变成一些类旗舰店的那个朋友了。他有一点2代接手之后，就把它变得比较华丽一点。对，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那一家也很红，我们那时候有找到，但因为它的规模很大，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去那一家。所以你们还是要谨守的一个比较小、比较没有人发现，也不比较深的口袋。应该说2间店，我会去比较说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OK， 对，因为我们很容易去大家的店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如果它不是只有卖水饺，它又卖了一些饼跟面，对，我们就会在那一家点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我就尽量选那种单一品项，因为我们的团队都是非常贪心的人，我们就是那种会叫到一桌800，就小吃有什么好叫到800？然后就一开始前期的时候都这样，然后最后就觉得不行，慢慢下修。所以你看到就想点，对，不能放过它，就会觉得我都好不容易来这个地方了，我这一次不吃，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呢？这样子。可是不会觉得吃到很饱了，最后几家真的会疯掉。然后老板有时候认出我们，看到我们有拿摄影机，就会招待，然后我们就会。真的不用，我懂。遇到招待的时候，当然很感激
对方的心意，可是有时候会觉得我真的吃不下，真的吃不下，然后后面有别的安排的时候，就会觉得然后又不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要让小吃店觉得我们不喜欢他们，没错。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食物尽量就是吃完，是，不要糟蹋人家的心。对，因为他们都会说，怎么有剩，或者是干嘛，很关心，阿姨们都会很热情嘛。然后就说没有，真的很好吃，然后明明已经真的吃不大下了，然后会再打包吗？有的时候会，就是现在稍微再长了几岁之后，食量真的不如以前的时候，最近开始会打包，对。我懂这个，我懂你讲的所有的压力，对，我懂。好，那下一样美食炸鸡，因为你们好像蛮常吃炸物的。炸物是我人生中觉得快乐的泉源，是，所以我真的很爱吃炸。然后我觉得只要是热的炸物，其实不大会出错，就只有没有特色。对，然后很多是蛮普通的炸物，但是只要是热腾腾吃到，我觉得都还算是蛮幸福的。所以只要不是没有炸脆或者是冷掉真的有点不行因为我很怕买那种温温的炸鸡。对，然后但是有些店就是去了之后，可能刚好不是在最热门的时候，然后我又不能请老板重新帮我炸一锅，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一块一块夹，比较不是咸酥鸡的那种，就会让我觉得怎么办呢？对，那炸鸡你是喜欢那种有先腌过，比如说是像顶呱呱那种有酱油腌过的，还是说盐味的？我其实都可以，因为我真的太爱炸物了。我其实只要有那个炸外皮，我就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对炸物很没有规则吗？就是超级宽容的，对，非常的宽容。所以外面的外皮是有没有上浆，还是说它只是沾了薄薄一层面粉去炸？其实都可以。对，然后什么粉都可以，只要它是味道不要让我觉得炸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本质。就那个本质的肉质吃起来是不是好的，有没有腥味，反而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间店的人流量如果不多，很容易出现没有那么好吃的肉，然后他如果又用调味料要掩盖过去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完了这样。对，你不觉得炸物很多时候其实是吃到那个调味料？对，然后就因为它已经是重口味的东西，你好像也很难去要求它原本食材的是好的，对，品质，对，所以吃到的时候就会很感谢。你会吃出来？我会吃出来，因为我最近有吃到三重有一家很好吃，真的它就是可以，它主打什么鲜鸡肉还是什么，一开始去就觉得就是一家一般会在菜市场出现的炸物店，然后一吃下去就觉得还是可以吃出一般跟很好的感觉。对，所以这个节目上线了吗？还没，这个礼拜日会上线，这个礼拜天。对，好，大家应该会抢先看到这一集影像。那最后一个想跟你聊的美食是炒饭。炒饭我小时候真的超爱吃，但是因为现在长大后要就是饮控，所以饭类我就吃很少。但是我真的很爱吃炒饭，我觉得炒饭是一个世界上最棒的食物，为什么？跟炸鸡差不多。真的你看我都挑到了2样，你很爱吃的可是炒饭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做的好吃很难，就是要不要过油，然后要粒粒分明，然后要有那个味道，然后要酱油派还是盐派，其实都是各有学问的。那你是酱油派还是盐派？我其实是盐派的然后盐派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常见，在北部其实比较常遇到的是酱油，但所以就是会更加珍惜那些盐派的。但因为没有那么好吃的炒饭真的有点多，所以我也不大敢乱点，因为我的扣打可能一个礼拜就是只有一个吃饭的机会，然后我就会想方设法找到好吃的饭。你的意思是你自己吃饭的时间，对，一个礼拜只有1餐？我基本上不会吃淀粉。OK， 我除了拍片日以外，心酸。对，所以要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又觉得如果有可能踩雷的话，所以我吃的机会也很少。那炒饭里面出现三色豆可以吗？不可以，三色豆在哪里出现都不可以，不可以。好，那炒饭还有什么配料是你比较喜欢的？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肉丝炒饭，我只需要出现肉丝跟蛋就可以了。然后葱啊，跟要加小白菜或者是加红萝卜，其实都没意见，都可以。对，但是我不喜欢吃虾仁、牛肉，或者是火腿，或者是蛋炒饭，我也都不要，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吃肉的人。真假？我刚正想说虾仁有没有加分？没有，真的哦。而且虾仁如果有朋友喜欢吃虾仁，我会夹出来给他，因为我没有特别迷吃海鲜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讲，而且虾仁又比较贵。所以我会觉得用相同的价钱，我可以买到更多的肉丝蛋炒饭，我就可以肉丝加价。
但的确好像你们没有特别去开箱什么海鲜哦，我们比较少，对，或是海产小吃店之类的。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拍台北，然后台北的海鲜本来就要取到很鲜的海鲜，本来就不容易，对，所以我们就会到外县市我们就会到外县市才吃，基隆就吃蛮多的。OK， 好，那前面提到你们一次拍摄都要吃很多家店。而且你们节目也真是扎扎实实的，8家店就是呈现8家店，而且真的是在1天之内拍完的而且有时候真的是不好吃到不能剪出来的，我们基本上就是会消失这间店。我们也是有曾经拍了，然后大家出去之后觉得，这家不要用啦，这样子的店。所以吃的更多。对，其实有时候吃的是更多，但因为最近就是越挑可以越精准，所以就能蛮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而且真的都在1天内吃完。到底怎么办到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胖底的人，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以前很胖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胃的就是那种弹性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也知道说，你吃东西如果过了20分钟之后，你其实很容易饱起来。所以我基本上我排的店家都会尽量很密集，就是走路不要太远。然后我也不喜欢排队，因为我怕就是对方会饱起来，然后就没有战力。所以我在每间店的规划都是算蛮精准的。你这个规划超级精细的，所以你等于每一间店你是可以用走路抵达，尽量用走路可以抵达。那如果今天的店，比如说我放了一个很大的区域的话，我就会包车给大家，就大家就不用在那边等计程车，然后就是一上车，我好像在虐待我的同事，一直逼他们进食，是逼他们进食，但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你店跟店之间的距离大概是，比如说5分钟、10分钟之内可以抵达。对，有的时候甚至是隔壁或者是这一区，就是把2、3间就这样吃起来。那你们一次会点几样东西？要看那间店呢，有时候就是会很失控。我们最容易失控的店就是面店，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的同事都喜欢吃面，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麻酱面、炸酱面、意面、米苔目都要来1份。然后以前呢，因为我就是一个大家想点我就给你们点的，但后来就发现不能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企划会进来跟我们一起拍片，然后这个企划就会严格的说，这间店就只准点2种主食，否则后面就拍不下去。然后我们就会一开始就会觉得哈，然后但后来就觉得这样才是健康的行为，因为要拓展更多的店的话，本来就不能在一间店吃太多。但这代表你们真的非常爱吃很爱，而且我们其实都是用快乐的心在拍片，真的。我们每集出去都是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那一种。怎么可以做到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因为台湾的食物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很好吃啊。加上有一个点，我拍完片之后，我会开始进到饮控期，我就会不大能吃这些我在拍片日才能吃的东西，所以等于说那1天就是我的救赎。我可以吃任何一切我平常吃不到的东西，那这样我就会成为可以在那一天我觉得最快乐的小天使。我发现秘诀了，对，就是你其他天都超级节制，很像在戒断。真的假的？对。但你每个礼拜都要拍片？每个礼拜是花1天拍，所以1个礼拜拍1天，其他6天你都饮控。但是也没有真的那么可怕啦。我有时候比如说心情不好或月经来，就还是会吃。而且我都会吃到。而且虽然说大家都看到我们拍8家，或者是我们一次开箱开16样商品，但我们结束后就是还是会可以吃别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胃都有留给一些我们真的很爱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些炸物店，然后我们就又可以再叫个30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怎么可以做这种那么可怕的事？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要跟那个日本的大胃王 PK 一下。我一直觉得我们好像做不到我们每次看我们都想说我们有可能这样吗？但是因为他们都要吃一模一样的食物然后一模一样的食物我们有点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们以前觉得好像可以，但后来拍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不能。我们需要换，比如说甜的、咸的、甜的、咸的、甜的，要换口味这样。对对对。那你的饮控到底是怎样？其实我饮控很简单，我饮控就是不吃淀粉，然后菜跟肉我可以我不会去计算任何的热量，因为我觉得饮控跟你的身材的一个平衡，就是处于你要快乐你才能维持的久。对，我以前很激进，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会1天只吃1颗凤梨，然后其他什么都不吃，然后我最后就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而且我会很容易生气，所以我觉得要在你可以吃的东西里面去控制它的品质。像我如果觉得我自己吃淀粉容易胖，我就不会在一般的时候吃。但你以前是怎么瘦下来？你从86公斤，你是减了多少？30公斤吗？对，我现在差不多是60左右。然后可是你很高，所以你看起来是很修长、很
很瘦。对，但因为一开始减肥真的太容易了，就是你很胖的时候，你要立刻掉下来。就是前期会非常简单，然后但是我觉得中间那个复胖期跟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是最可怕的。我一开始是用中医，没有很推荐大家，对，因为你会被控制你的食欲，但是食欲会影响到心情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大好。就我觉得长期下来，我觉得饮食的分配跟运动是最可以走长效的啦。所以有在运动？有。你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会打拳击，会重训，会上皮拉提斯。哇，对，因为我对生活有很多的怨气，然后我觉得打拳很爽，发泄。对，然后跟就是叫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打完之后，整个全身会很累，然后流很多汗，回家就会觉得啊，好，就这样，就不会对其他人发脾气。所以你一个礼拜运动几次？我之前比较勤劳的时候是3次，但最近比较忙，就可能2次。还是很勤欸。对，每周固定，因为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会很懒，所以我去上那个教练课，有教练盯着，对，有教练盯着，就会每次都礼拜日就会问你说下礼拜什么时候要来，说哦，好，要去这样子。所以你不工作的时候，你饮控，你会自己下厨吗？会，我基本上都自己下厨，都自己下厨。对。然后你是什么水煮青菜吗？我不水煮，因为女生需要油脂，皮肤才会好，人才不会蜡黄。我以前小时候都吃水煮，然后整个人就变得很暗淡。后来就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一定要吃油。所以我现在都会，比如说大家都会说要吃鸡胸，不要吃鸡腿，但我就会觉得没关系，你已经这么可怜，在饮控了，你还去吃那么干的肉，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这么苦呢？你又没有要去比赛，那你就吃一些你最喜欢的肉，然后适量的去控制那个品质，这样就好了。我就是，但我的煮法很简单，我就是用原生的油，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鸡腿，然后鸡皮也可以吃，五花肉也可以吃，然后去把油弄出来之后，再把蔬菜一起放进去炒，就这样。OK， 最简单的方式。那你还是1天3餐吗？还是你有比如说早餐不吃断食之类的？我168，你有168？对，我168。但就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早上想，但是我的168不会绝对的168，我都看心情。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你快乐最重要，你想吃的时候就去吃，否则你有一天你一定会暴走，吃更多不该吃的东西。各位观众，其实沈背后是有很严密的饮食控制，好不好？对，每个人都会说，其实你怎么这么瘦？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也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瘦，我就跟他说我其实真的没有吃那么多，我有在控制。对，我有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会认真吃，可是我在家其实我也跟你有类似的逻辑，就是我也是尽量吃蔬菜跟一些瘦肉、海鲜什么的。我对于油脂的部分我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我有胃食道逆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胃食道逆流？我之前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现在自己就消失了，但你不会有什么火烧心啊，或者比较不会。比较不会嘛，对，因为我之前会，那你就要更严格。对，我会比较对，所以我对于油脂的摄取，我还是会谨慎一些。对，然后我淀粉跟你比较不一样，淀粉我还是会吃，对，但是会尽量不要吃太多精致淀粉，或者是说含糖的面包啦，或是有很多油的可颂面包之类这种，平常会稍微减少一些。可是你不觉得那些东西就是幸福的来源？我懂，就有时候自己在吃那个就是一些很健康的食物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啊，上礼拜2在吃那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真是快乐啊！我常常有这种心情，但就会觉得没关系，再撑2天就来了。但我还蛮喜欢在家吃饭的，老实说，其实蛮好的。对，我还蛮喜欢，我可以掌控我自己要吃什么。而且你吃进去的每一个东西，你都知道这是什么。对，没错，你都知道这是什么，很踏实。然后这些东西不会背叛你。对，因为外面你就是多怕被背叛，就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自己煮，我到现在其实是喜欢的。我以前其实有觉得自己煮很痛苦、很可怜，为什么不能吃外面的食物？但你就会发现，你人生中有一些你想要的事情会排在好吃的东西前面。像我不想要上镜头很丑，所以就会很克制这些事情。对，真的。那你们的成员也都是这样吗？我们的成员是，但是我们的成员有一个是那个健身狂，我知道，臀是健身狂，就是1周可能做有休息2天而已吧，然后都是巨量的那一种。然后他也会控制饮食，但是他的运动量很大，所以他其实基本上能摄取的东西会比我多。对，应该是这样子讲。然后安的话，本身就有在跟我差不多，饮控跟就是运动都有。所以其实真的平常就要注意耶。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放纵1天就要5-6天来还。
对，因为加上年纪的关系，人家听众或观众如果还没有到那年纪，你们30后就会开始发现，哇，怎么差这么多？还好，我觉得你们都叫自己阿姨，让我就是我也不得不叫自己阿姨，好吧？我年纪比你大，一起当阿姨，好，一起当阿姨。对对对，真的，你就是没办法违抗地心引力的，所以大家以为荧光幕前一直吃很爽，其实不是，背后有很多苦功，而且荧光就是上镜头，就是会把你拉宽很多。跟你的水肿还有一切，就是会在镜头前，就是一五一十的或更加成的曝光出来。我自己剪片的时候都 sometimes 会很想哭，就想说今天怎么我那一天看镜子觉得还好怎么上镜头变这样？可以自己修吗？不行，因为动态太难修，电脑跑不了。照片还可以太高级了，最喜欢修照片了。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职业伤害？其他的职业伤害嘛，我想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靠媒体跟网络嘛，就每天都会想说，会不会有一天可能就没有人要看我们，或者是这个趋势就不见了，对。然后加上现在的入门槛很低，是，所以其实如果有心想做的人都有机会可以就是一炮而红，或者是就是我们可能就会被冲淡啦。其实每天都会想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处于想，但是不要想太多，就不要变成困扰。对，不要变困扰，因为老实说无解。对，很多就是取决，因为像我们是表演者，然后我们的观众如果有一天要离我们而去，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对，我们可以改变，但是他不一定会留下来。变心的人就是会离开。我现在都会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一天看腻我们，你们就出去再看看其他人。然后有一天你可能会被我们其他的影片打中，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很欢迎你们，但不用特别跟我说我要退追，我要走了，就不用这样子，就是默默的下车，默默离开就好。就像公车有时候会下车嘛，你到下一个点，然后如果又想回来，就再回来这样子。但你有没有想过要做影片以外的事情？其实之前没有，但是我现在其实有在进行那个个人的那个食物品牌对，就是接下来应该也是今年年中的时候会发布，然后那件事情也是很大的挑战，就是也让我更审视过往自己这么轻率草率的讲出很多的评论，也很怕就是自己会遭到报应。但是我现在就是一直在累积，就是跟自己说，你一定会有报应，你一定会有报应，也一定会有人觉得不好吃，但因为食物真的很主观，所以喜欢的人可以留下来，不喜欢的人没关系，就继续看我们的影片，也不用特别买我的食物这样子。这是一种反向的行销啊，就是对你们喜欢我，真的不用特别尝试，不用特别来买没关系，喜欢再买。我真的都会这样讲，就是没有必要的就不要特别来买啊，喜欢再说啊，一开始也不要买太多。然后很怕大家，因为像我自己也会开团购嘛，然后我都很怕大家会觉得很相信我，所以去一口气就买太多。然后我就会觉得大家不要这样，就是适量的买，因为不然你家里囤那个10包，然后你每天就要看着它，然后想说神怎么推荐这么难吃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啊完了，我让大家失望，因为我很怕别人对我失望。对，你真的人太 nice 了，你真的好怕人家失望啊。对啊，不愉快啊。没关系，就慢慢改不了就算了，就一辈子这样就也不是想改就可以改掉的啊。但团购其实也是你们一个蛮主要的一个业务。对，我觉得蛮快乐的，因为我是一个喜欢买东西的人，所以我以前才是那个韩货的老板娘嘛。然后就因为以前做生意都没有做起来，然后现在团购就让我觉得哇，真棒。对，就是销售让我觉得很开心。但我一开始也很拉扯，因为团购这件事情就是会有收益嘛，我们就是靠别人的消费而获得收益。我一开始也很痛苦于我好像在赚大家的钱。对，当然其实也经过一些同事的教育啊，跟一些观念慢慢的改变，就觉得我其实不是我的本意，不是虽然说我真的赚到大家的钱，但是我本意不是为了赚钱而去推销，是我算了啦，讲那么多，真心喜欢推荐啦，跟大家分享。是。那最后想问沈一个问题是，你喜欢把美食当成工作吗？其实是喜欢的OK， 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透过美食认识很多台湾的就是城市，是一件这阵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对，然后这也是因为其实最近很多人开始出国拍片。对，你也出国拍很多片，对。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跨出去？是，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做好准备，跟
我觉得如果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可能我还要再更规划一下。比如说像我的语言不通，跟我可能对于那边的食材没有那么认识跟了解的话，我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我就是需要再更加的做更多的作业。没关系，你就当出去玩。对，我之后应该就是会先以当出去玩的心情出去了之后，再慢慢的调整自己，就像以前一开始拍影片一样。对对对，你就是出去玩，然后当 vlog 一样记录一下。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很喜欢看你最真实的反应。是，我之前都会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跨出去做。因为你没有跨出去做，就是你不知道你要怎么修正它。所以我最近也在准备要跨出去，就是要跨出去了。所以今年有各种跨出去，对，各种包括来这里。不要这样，希望今天的表现是好的。我这边应该非常的，我觉得很棒，就是慢慢让舒适温馨。对，不要突然跨太多，不然可能会跌倒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一小步让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很棒之后，我就可以跨更大的一步。有，对，你下一个就是上 CNN 的主播台。我可能要先就逃跑了，我要去买机票了。没有，那非常谢谢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成为美食 YouTuber 的心路历程哦。其实不要看表面光鲜亮丽哦，好像过很爽，其实背后还是有下很多功夫，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的地方的。对，那大家在爽看片之余呢，还是要体恤一下了解这背后的付出。很感谢大家啦，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而认识台湾的小吃，甚至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是说，他以前小时候他以前是不吃小吃的，然后因为看了我们之后跨出去，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回馈跟这个告诉这些心得都是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这很棒，至少我今天就会想要去吃彰化的控肉饭。好，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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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沈，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喜欢我们的频道，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